异形地球作为原创剧集，通过威兰德公司的科研飞船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未知恐惧的宇宙图景。在这艘深入宇宙安逸的飞船上，科研人员收集了数种前所未见的外星生命体，而异形仅仅是其中的一种。在前2集的剧情中，已经陆续揭示了4种截然不同的外星生物，每一种都展现出令人胆寒的生存策略。第一种登场的外星生命体形似地球上的蚂蟥，却有着更为复杂的生理结构。科研人员曾用昏迷后的活体老鼠作为实验对象，观察到这种生物奇特的分段式身体构造，下半部是柔软的无骨骼组织，而上半身却进化出3对昆虫般的节肢。当锁定猎物后，它会用节肢固定住目标，头部裂开一个布满锯齿的圆形孔隙，精准刺入猎物血管丰富的部位。最令人不适的是其进食过程，原本只有手指粗细的虫体，会在短短几秒内膨胀成拳头大小，表皮被撑得近乎透明，能清晰看到内部流动的血液。不过这种生物对人类的直接威胁相对有限，因为它只能捕食完全丧失行动能力的猎物。第2种外星生命体则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恐怖特质。那颗酷似人类眼球的主体连接着许多条触须，整体看起来就像8爪鱼与眼球的畸形结合。这种生物从被收容起就表现出异常的智力水平，它会转动瞳孔，跟踪观察每个经过的研究人员。在女主小队遭遇时，它已经成功寄生在一只猫的眼眶中，通过宿主的神经系统来感知外界。当发现新猎物时，他毫不犹豫地舍弃原有宿主，利用触须的弹射能力脱下女队员的面部。他在空中调整触须的分布，准备包裹住人类的脸部，来占据眼睛，展现出可怕的寄生适应性。第3种外星生命体，我称之为花苞，其外形如同一朵倒悬的未绽放花卉，表面覆盖着半透明的生物膜，其底部不断分泌的透明的粘液。当感知到生物靠近时，它的花瓣状组织会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展开，露出中心一根形似花蕊的管状器官。这个花蕊器官表面布满了敏感的化学感受器，能够精准分析周围环境的威胁程度。虽然剧中尚未展现其捕食过程，但从其器官结构可以推测，这根花蕊很可能兼具感知与攻击的双重功能。第4种则是观众最为熟悉的异形。剧集内快速越过的飞船发生事故的具体过程，但从老黑逃生的片段来看，这种生物造成了最惨烈的伤亡。本剧中的异形展现出比原作更为残暴的特性，它们不再只是为繁衍而猎杀，而是会彻底撕裂受害者的躯体。这种变化或许与飞船从事故发生到坠落地球的时间过短有关。那些异形卵中的抱脸虫尚未完成发育周期，但随着剧情发展，这些外星杀手将在地球找到理想的孵化环境，与人类展开一场关乎物种存亡的生死较量。剧中代表着2种人类不同进化方向的2大科技巨头，主张意识数字化的神童公司混合体与推崇机械强化的威兰德赛博体，以因争夺这些外星生物样本而剑拔弩张。他们的理念冲突与技术竞争将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另一条重要线索。下周3即将播出的新一集中，观众将见证异形在地球上的首次大规模猎杀，以及2大公司更为激烈的正面冲突。对于所有异形系列的爱好者而言，这场视觉与心理的双重盛宴绝对不容错过。